极品大波妹子胆子那是真的大，可谓是坟场上舞大刀，吓死人了。看看大美竟然独自进入到了一个幽深的洞穴之中探险，万一里面要是有着狗熊，那可就大结局了。除此之外，这一次的大美还遭遇到了一条超大的大蟒蛇，不过倒霉的不是大美，而是大蟒蛇。毕竟大蟒蛇直接被大美给拿捏了，这要是大美饿了的话，今儿那可就要吃上9转皮皮扇了。而为了能够吃到美味的野猪肉，大美那可是又拿出了新招数，在地面之上挖出了一个大坑，接着又制作了一张巨网，准备尝试大网加地坑的双重组合，看看能否捕获到野物。当然，要说大美最秀的话，那必须是荒野种菜了。看看这利用大竹子打造的菜地，长出来的蔬菜那叫一个绿油油啊！在之前的荒野求生挑战中，大美以其卓越的建造技艺、精准的打野能力和高超的烧烤技术，赢得了无数赞叹。他不仅亲手打造了高效的风箱火炉，用以锻造出锋利的打野刀，还巧妙设计了竹箭陷阱，成功捕获了极品野猪。那场炭火烤整猪的盛宴，更是将野猪烤得外皮金黄酥脆，内里肉质鲜嫩多汁，香气四溢，令人垂涎欲滴。然而，由于野猪体型庞大，肉量丰富，大美不得不将剩余的美味带回家中享用。如今，大美再次踏上征程，来到了一处风景秀丽的峡谷之中。在水潭的一侧，她决定开启新一轮的荒野建造计划。利用峡谷中丰富的自然资源，大美迅速搭建起庇护所的框架，以粗壮的树木作为支撑，稳固而结实。接着，她巧妙地利用被拍扁的竹子，铺设出一张离地而起的床面，既防潮又舒适。至于屋顶，大美则直接采用了防水布覆盖在木框架之上，既简单又实用，为她在荒野中提供了一个温馨的避风港。除了建造庇护所外，大美还带来了丰富的食材。她特意准备了一大块五花肉，将其精心切割成小块后腌制入味，然后挂在火炉上慢慢熏烤，这样既能保持肉质的鲜美，又能增添一份独特的烟熏风味。而今天的主菜，大美则选择了一道经典的家常菜——土豆烧肉。她将新鲜的土豆与腌制好的五花肉一同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和调味料，慢火炖煮。随着时间的推移，肉香与土豆的香气交织在一起，弥漫在整个峡谷之中。当一盘色香味俱全的土豆烧肉端上桌时，搭配着松软可口的白米饭，大美吃得津津有味，满脸都是满足和幸福的笑容。这一刻，她仿佛忘记了所有的疲惫和困难，只沉浸在美食带来的愉悦之中。美美的睡了一觉之后，第二天一大早的，大美就砍来了大量的竹子。由于昨天到的时间比较晚，庇护所纷纷还需改建一番，尤其是屋面部分，那要是头顶没有一片翠绿之色，大美都不习惯。至于墙面部分，大美则是直接搞了白绿相间的竹席子，直接固定在木框架子上即可。这一次，大美为了丰富食物的口感，还特意的砍来了几段超大的竹子，并且将它们劈成两半，在竹子底部开上口子，方便排水。之后，大美便将这些大竹子绑在了倾斜的木棒之上，并且在4块竹子内一一的填充满了肥沃的土壤。大美这是打算要将它们搞成菜地。菜地整理好之后，那么必不可少的便是蔬菜了。考虑到蔬菜生长周期，大美主要种植的还是大蒜，毕竟蒜苗的生长速度极快，而且大美带来的还是发芽的蒜苗，估计几天的时间就可以吃了。这要是搭配少这烤猪肉，那不得美死了呀！连着几天，大美都在附近寻找食物，看看能不能将食谱增加点新食材。但是大美在附近探索时，竟然意外地拽住了一条大尾巴，而且还费了好大力气，像拔河一样，怎么也拉不出藏在暗处的家伙。好奇心驱使下，他找来一根大木棒，一番精心削尖后，变成了他的探宝神器。他对着石块一阵撬动，打算先将石块撬开再说。经过一番努力，石块终于被大美一一撬开，露出了里面的秘密——一条超大的蟒蛇。这突如其来的发现让大美惊喜不已。虽然她平日里对皮皮扇等美味来者不拒，但这么大个头的蟒蛇还是头一遭遇见。蟒蛇见到大美，似乎也感受到了威胁，浑身颤抖，想要反抗。不过那里是大美的对手啊，最终被大美轻松捕获。大美将蟒蛇带到一旁仔细清洗，心中却泛起了嘀咕：这大家伙该怎么处理呢？她抬头望向烤架上那3块诱人的熏烤五花肉，突然有了主意。既然食物充足，又何必急于品尝这未知的蟒蛇肉呢？于是他决定暂时将蟒蛇放生，用绳索将它轻轻绑在水塘边，全当是个新奇的宠物。然而，当夜幕降临，大美准备享受一个清爽的泡澡时光时，那条蟒蛇却成了她心中的一根刺。虽然它看起来温顺无害，但一想到要和这么个大家伙共享洗浴空间，大美就觉得浑身不自在。最终，她还是决定解开绳索，将蟒蛇放归自然。毕竟，在这荒野之中，保持个人卫生可是头等大事。
她已经连续4天没有洗澡了，再不洗可真要变成臭大美了。就这样，大美在放生了蟒蛇之后，心满意足地泡进了清澈的潭水中，享受着久违的舒适与宁静。完事之后，大美还编织了一个小竹筐，并且在附近采集了不少的野山笋。小竹筐便是用来收集蔬菜的，除了野竹笋外，大美还收集到了不少的绿色野菜。不过要说让她最为惊喜的，那必须属于这棵野生的朝天椒了。而且这里的溪流内小鱼还不少，大美不一会的功夫就抓到了2、3条的小鲶鱼以及山螃蟹。有了这些食材之后，今儿大美的晚餐那必然是极为丰盛的，鱼肉熬汤打底，再加上熏制好的极品五花肉、野生的芭蕉花以及山竹笋和野菜。大美这一顿可是搞了一个清汤火锅，吃的那叫一个好不痛快。酒足饭饱之后，再好好的睡上一夜，这才是生活呀。次日一大早，大美便来到了附近的山林之中搜寻起来，并且根据发现的痕迹布置了不少的绳套陷阱。而且大美还在一处石壁下方发现了大型野兽活动的痕迹。为此，大美绝对在这里打造一个巨大的陷阱，看看有没有运气能够抓到对方。大美这一次布置的陷阱和之前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虽然最开始时挖出来的都是大土坑，但是接下来最为重要的部分却是不一样。毕竟之前大多数时候都是采用竹剑当场带走野物，而这一次大美先是收集来了大量的树藤，接着利用树藤作为编织材料，开始编织起了巨网。编织的方法倒也不复杂，主要还是采用的是十字编织法。大网呈现出来的样子便是方格网，网孔的间距基本上都在15厘米左右，这也表明了大美主打的就是捕捉极品大货的野心。巨网完成之后，大美又在地坑之上铺上几根支撑木棒，接着再将大网平整的铺设到地坑之上，并且在四周利用锤击入土的木棍挂住大网的边缘。大网捕捉野物时，其中有个最为关键的东西，那便是如何收网。大美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便是拿来了一根绳索，沿着大网的边缘穿梭起来。这样的话，当快速拉起绳索时，便会收起镇长大网。不过快速收起绳索，那就必然需要一股巨大的力量才行。于是乎，大美砍来了一根木棍，准备利用杠杆原理来收网，将木棍的一端连接在了大网之上的绳索上，而另外一端则是搞了一张小网，并且装入大量的石块作为配重，最终再在大网之上铺设满芭蕉树叶进行掩盖。至于触发卡条，便是眼前的这根木棍，它的末端靠在最左侧的平衡杆上，一旦被触发，便会破坏整个陷阱的平衡系统。而杠杆末端的配重块便会快速下坠，拉动大网将猎物收紧在大网之中。有一说一，大美在捕猎陷阱的打造之上，那还真麻雀啄了牛皮屁股，确实牛啊！之后的几日里，大美不仅是布置了不少的打野陷阱，而且还在来到了更远高处的山林内，以至于没有寻到水源时，大美直接对着不少的竹子下起了手。因为这种竹子里面拥有着一定的竹子水，就像是这根竹子里面大概有着50毫升的水量。都说女人是水做的，还别不信，看看大美这前后后的，那至少也是送走了10多节的竹子，喝了有个500-600毫升的竹子水后，这才又继续的搜寻了起来。不过一番搜寻下来，大美还真是没寻到什么好猎物。但是随着大美的继续查探之下，竟然意外的发现了一个铁北幽深的山洞。看着山洞外面还标记着几个红色字母和数字时，大美的好奇心立马便出现了。胆肥的她竟然提着打野刀就直接进入到了山洞之中。这个山洞整体呈现一种拱门的弧度，高度在接近2.5米的样子，不过看上去极其的幽深，即便是大美利用手电筒照射，那也是一眼望不到头。在大美足足的走了差不多50米的距离时，依旧是没有看到尽头，而且越到深处洞穴也开始收窄了起来。此时洞内还不时的发出大量奇怪的声音，这可是把大美给吓了一大跳，当即就开始向后退去。直到快要到洞口处，看到洞口外面的光时，大美内心的恐惧才算是减少了不少。最终大美算是有惊无险的逃了出来。而出来之后，大美砍来了不少的棕榈树叶，直接立在了洞口，将洞口给遮挡了起来，避免有人再次进入，万一出现危险就不好了。不过好奇心实在是太重的大美，在一番纠结之后，还是很想查清洞内到底有什么生物。为此，大美将打野刀绑扎在了一根长长的竹子上，制作成了一把类似长矛的武器之后，大美又进入到了山洞之中。手握长枪的大美这下心中的安全感高了不少，毕竟只要不是棕熊老虎一类的，拿上长枪的她大概率是能够完成反杀的。再随着大美越走越深，洞内隐约的又出现了不少的声音，大美的心也是跟着提了起来。然而当她来到了洞穴末端之后，这里面竟然什么怪物也没有，而是有着几十只的蝙蝠。洞内奇怪的声音大概率就是蝙蝠活动时与洞内空间结合产生的声音吧。这可是气得大美挥舞着竹竿对着蝙蝠就是一阵输出，搞了半天就是这玩意在吓唬她呀。
一番降维打击之下，大美也是东走了不少的蝙蝠，而且她还在不断的收集大罗下来的蝙蝠。好家伙，之前大美吃皮皮扇就算了，今儿这是准备吃蝙蝠的节奏啊！看这样子，大美在里面可是没少抓到蝙蝠，甚至在可以看到洞外光源的地方，大概距离洞口有个10几米处，都收集到了好几只，可是把大美给高兴坏了。离开山洞之前，大美则是把树枝给撤了，毕竟里面也没啥危险，美食还能当做庇护所。至于与他手中的这一堆蝙蝠，转眼间便被给清理完了。别看蝙蝠成群结队的飞舞，其实它们每一只的肉身不过巴掌大小，但大美却别出心裁，将这些小家伙变成了诱人的烤串，放在炭火上慢慢炙烤，那手法简直是烧烤界的艺术家。不得不说，大美真是个吃货界的奇才，什么都敢尝试，什么都能变成美味。看着他那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屏幕前的你们是不是也心痒痒，想试试这烧烤蝙蝠肉的独特风味呢？不过咱还是提醒一句，安全第一，尝试需谨慎哦。接下来的2天，大美可没闲着，她利用竹子的韧性和浮力，砍伐出不少的竹子和竹片。竹子作为受力骨架部分，而竹片则是铺设面层。最终，大美那是成功的在水塘上搭建了一个既稳固又凉爽的竹子平台。这天气热得跟蒸笼似的，有了这个平台，大美就可以一边享受美食，一边感受水面上吹来的凉风，别提有多惬意了。与此同时，大美之前辛勤种植的蒜苗和小白菜也迎来了收获的季节。这些绿色的小生命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茁壮成长，如今已经长到了可以采摘的高度。大美摘了一些新鲜的蔬菜，准备为自己烹饪一顿丰盛的大餐。她将熏制的恰到好处的五花肉与鲜嫩的小香蒜苗一同爆炒，那香气瞬间弥漫了整个水上平台，让人垂涎欲滴。再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大美坐在平台上，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欣赏着周围的风景，简直是人生一大乐事。为了方便用水，大美还特意在水上平台处架设了一道竹筒水管，这样一来，洗澡水和饮用水就可以分开处理，既卫生又方便。大美的智慧和动手能力真是让人佩服不已。然而这几天里，大美设置的大网陷阱却似乎并不给力，一直没有收获到猎物。但她并没有灰心丧气，反而更加勤奋地磨刀霍霍，准备迎接下一次的挑战。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和期待，仿佛在说：“我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一次，大美再次来到山林间查看陷阱时，远远的就看到了配重石块将杠杆拉下的场景。她心中一喜，赶紧绕到陷阱旁查看。果然不出所料，一只肥硕的野猪被大网牢牢地网住了。大美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但她很快就恢复了冷静，开始熟练地处理起猎物来。虽然她没有展示杀猪的过程给我们看，但从她切割猪腰子和猪肝时那专注而熟练的手法，终不难看出她是个经验丰富的荒野求生高手。经过一番忙碌之后，大美将切好的肉块再次串成了烤串，并在火堆上搭建了一个竹子烤架，直接搞起了炭火烤串。这一次的荒野求生之旅以大美一顿美味的烤串完美收官。至于那些剩余的猪肉嘛，大美要么拿回家与家人共享，要么就拿去市场出售，换取一些生活必需品。无论哪种方式，都能看出大美不仅是个生存技能满点的荒野求生者，还是个懂得珍惜和分享的人。